大家好，这里是阅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也真的完成了不少年初设下的目标，照理说应该要开心，但心里仍然浮出一句：好像还不够。就好像你永远都在往前追，可是不管你跑得多快，那个理想中的自己永远在更前面。或是偶尔滑一下社群，看到别人的生活精彩的像电影，再看自己，我怎么还在原地踏步？如果你曾经这样想，那你一定要听完今天这个本书，因为这本书收获心态会彻底颠覆你衡量人生的方式，甚至有可能在你听完之后，你的人生会比现在轻松2倍，快乐3倍。这不是夸张，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痛苦不是来自不够好，而是来自用错方法衡量自己的好。1. 你以为自己不够好，其实你只是掉进了落差心态。书里说，从一个很关键的观念开始讲，作者把人分成2种心态：落差心态、收获心态。让我们常掉进一种心态，叫做落差心态。什么是落差心态？就是你永远拿理想的自己来衡量现在的自己，而那个理想版本通常都很远、很完美、很难达到。这个理想可以是：我要存200万，我要年薪破100，我要瘦10公斤，我要成为别人眼中优秀的人，我要跟那个成功的人一样。重点是，他永远在前方，就像跑步机，你跑到死还是在原地。书里举过一个例子，有人设定赚200万，他真的做到了，但下一秒他说不行，要500万才算成功，然后500万到了又说1000万才是真的。永远不够，永远不足，永远失落。听起来很荒谬，但你想想，你是不是也常这样？达成3个目标，却盯着那一个没做到的；减重瘦了2公斤，却怪自己怎么不是5公斤；完成一份工作，却认为别人做得更好。一切都顺利时，还是觉得自己差点什么。落差心态的可怕在于，不管你做多少，你永远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永远在追求，永远在焦虑。2. 什么是收获心态？它不是躺平，而是换一把尺量自己。相反的，收获心态是，不是往前看你还差多少，而是往后看你已经走了多远。不是问我怎么还没达成，而是问我比起1年前的我进步了多少。这不是催眠自己，也不是知足常乐，而是科学证实的大脑运作方式。当你看到自己有收获，在进步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，让你有动力；血清素，让你稳定；催产素，让你安全感提升。也就是说，你越看到自己的收获，就越有力量前进。幸福不是结果，是你在过程中看见的进步。3. 为什么我们会一直陷在落差里？因为人类天生会享乐适应。你买新手机很开心，2周后没感觉了，升职很爽，1个月后又觉得压力大，达成一个里程碑，爽一下下又空虚。为什么？因为快乐会习惯，你达成的人生高峰会变成新的日常，于是你又想要更高、更强、更快。这就是享乐跑步机，永远跑，永远不满足。而收获心态
就是让你跳下跑步机，停下来深呼吸，看线。原来我已经这么努力，这么进步，这么好了。4. 实际例子：落差心态让你痛苦，收获心态让你自由。YouTuber 的例子：有位创作者开始经营 YouTube 时，每天都在看后台，订阅还没到1万，别人都10万、20万了，我的影片是不是不够好？结果每一天都在焦虑、比较、否定自己，直到他转换了收获心态后，发现1，我已经拍了80部影片，而不是0。发现2，找到剪辑师，合作品牌，累积能力。发现3，我从以前一句话讲不好，到现在能讲10分钟。他才看线，原来他已经比一开始强非常非常多。当他这样看世界后，制作影片变得更快乐，也更有动力。5大收获心态练习。接下来是本书最值得学的5个方法，只要做到其中一个，你会明显改变。方法1：衡量从哪里开始，而不是还差多远。每天问自己，从3个月前到现在，我学到什么？上一个版本的我做不到哪些事？我解决了哪些以前觉得困难的问题？这一招的力量巨大，因为你会发现，你已经进步的比自己想象的还多。方法2：每天记录3个小胜利，不用大事，小事更好。例如，今天我准时下班，我做了10个深蹲，我拒绝了一件不想做的事，我煮了第1道新菜，我跟家人好好聊了5分钟。你会发现，小胜利会累积成大自信，这也是很多心理学家推荐的做法。方法3：写感恩日记。你每天都有值得感谢的事，只是你没注意。你可以写：今天有阳光，有朋友回我信息，有健健康康的身体，我正在慢慢变好。只要每天1分钟，你的大脑会被你从新校准，开始注意生活里的亮点。方法4：心理减法。想象，如果我没有这些，例如，如果没有现在的生活，如果没有这份工作，如果没有健康，如果没有现在在你身边的人，你会突然意识到，原来你已经拥有的是多么珍贵。心理学研究证实，这招比感恩更强大。方法5：把每一次经验都转化为收获。问自己6句话：1. 这次经验带给我什么？2. 我学到什么？3. 哪部分我感到感激？4. 哪部分我不想再重复？5. 如果再遇到，我会怎么做？6. 这次经验怎么让我更强？当你能这样想时，你就不会被经验伤害，你会被经验锻炼。6. 一个最深的洞察：幸福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你以为等我有钱，我就会幸福；等我瘦下来，我就会自信；等我达成那个目标，我就会快乐。但书里说，不是的，幸福不是在未来，幸福在你现在能看到的收获。当你能看到收获，你自然会更有力量，自然会被更多好事吸引，自然会做出更好的选择。这不是鸡汤，是心理学研究、行为科学都证明的事实。7. 书的结尾，你要选哪一把尺量自己？人生的2把尺。落差心态，永远盯着未来，永远觉得还不够。
收获心态，看到自己的进步，承认自己的努力，活在当下的满足。你想用哪一把尺衡量自己的人生？是永远不够好的自己，还是其实已经很棒、很努力、很值得被肯定的自己？如果你愿意，从今天起，睡前写下今天的3个小收获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你的人生其实一直都在变得更好。